我回到家中，打开墨梯一看，篇末有许多漫画，都是学生之间吸血的自由画。有一幅画注明小白兔的大令6个字，画中有一个人穿了长衫，足蹬皮鞋，手中拿了7、8盒食品送给小白兔小姐。我一看这幅图就知道图中穿长衫白皮鞋的是指我，而小白兔即是爱丽丝在学校中的绰号。我看了图画之后，又是欢喜又是叹气，心想要是硬生生去阻止她的学业前程，于理不合；要是不阻挡她的话，又于心不愿。就因为这样的思想，连晚反复思索，要挥起慧剑斩断情丝，又下不了这个决心，常常整夜思潮起伏，不能成眠。他有3个弟弟，大弟对我最亲热，二弟、三弟也是我的幼时同伴。这2个弟弟忽然发觉我与爱丽丝的交易，竟横加反对，意思是我家非富有，和他家门不当户不对，于是想出各种理由，劝他的姐姐不要和我来往。爱丽丝听了他们的话，并不介意。我知道我此时已引起同伴们绝大的妒忌，妒是一种最大的阻力，不但同业相妒，同学也相妒，尤其是同伴妒意更浓，弄得不好，同胞手足都会因妒而成仇的。这2个弟弟见到爱丽丝声色不动，一天竟然当着爱丽丝的面打一个电话到华美药房，说是请你们派人送1瓶4711香水来。那时节华美药房只有一个学徒，叫做阿富，就把香水送到。他的二弟就向阿富说，上次你说过花国大总统萧红坐着汽车经过你们门口，车中坐着一个陈存人，这事究竟有没有？阿富说，有呀，这是我亲眼目睹的。2个弟弟得意非常，望着爱丽丝。爱丽丝带着不愉快之色说，这个小伙计信口开河，我不信。2个弟弟面面相觑，知道这种手法并未发生效力。阿富就是华美药房徐祥孙的学徒，后来成为药业巨商史致富，著名的女林过房爷即是他。爱丽丝性格纯良，她实在也有到美国留学去的意图，经不起2个弟弟的缠绕逼迫，忽然吐露一句话说，二弟、三弟，你们2人到陈师兄那边走一次，待我向他讨还几封信和几张照片。2位弟弟顿时如奉圣旨一般到我诊所来。我明白他们的来意，暗暗呐喊，信札与照片别人是不知道的，这真是出于爱丽丝的本意。我却乎当场软了下来，取出8封信，6张相片。那6张相片我一张张的看一下，就是有一次到戈登路、金江宁路、大华饭店花园中去游览，蝴蝶的未婚夫林雪怀擅长摄影，为我们俩拍了这6张照片，其中有1张是2个人合摄的。当时名门闺秀轻易不肯同男性合拍1张照，凡是肯合拍的，就是表示已经心许了。那2位弟弟一看了这几张照片，呆若木鸡，顿时说不出话来。我也觉得不能把这些东西随随便便的还给他们。我说，还总归还，不过我要亲自还给爱丽丝才心服。2个弟弟回家之后，隔了1个钟头，爱丽丝电话来了，声音低微，呜呜咽咽地对我说，我的照片和信札，你可不可以还我？我说，明天6点钟在沙利文当面还给你。我挂了电话，就想到爱丽丝一定受了2个弟弟的逼迫，才有这一个很凄凉的电话。到了次日下午6时，我进入沙利文餐厅，
爱丽丝已在等着，这是向所未有的情况，在以往她总是迟到3分钟的。我坐下之后，点了她欢喜吃的东西，我也随便叫了些饮料。我望她一眼，她两眼略带嫣红色，相对默默无言。隔了半个钟头之后，我问她是不是要向我索回信件和照片，她微微点了点头。我就把这些东西诚诚恳恳地交给她，而且还附带把底片也还给她。她只是在抹眼泪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这样做了2小时，大家一些没有吃，正要起身的时候，他3个弟弟走到我们面前。原来他们3人早已坐在里面弯角的沙发上窥视着。大弟弟和我拉手，说：“我真佩服你，这是壮士断腕的精神。”2个弟弟面有愧色。爱丽丝很大方地说：“2个星期之后，你在太和园宴客，我一定会来的。”我说：“好极了。”哪知道到了那天，并不见他的芳踪丽质，原来还是受了2个弟弟的阻挠。不久，他坐了美国总统号轮船到美国，我还送他2件绣花旗袍，每件当时值银元20元，只是没有去送行。9年之后，她得了医学博士回国，嫁给了一个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儿子。后来上海变色，她的丈夫因为说错了几句话，被认为是间谍，被判刑18年。她现今在大陆仍旧做着医务工作，月薪人民币约70元。